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Grayson。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教大家如何利用免费的设计工具来制作出吸引人的 YouTube 缩图。一个吸引人的 YouTube 缩图对于影片的表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部分观众在决定是否观看一部影片时，很大程度都是取决于这部影片的 YouTube 缩图是否能够吸引到他们。因为在看影片之前，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影片具体是讲什么内容的，他们只能通过你的缩图和标题来大致了解你的影片信息。影片的缩图会直接影响到影片的展示点击率，展示点击率就是 YouTube 把你的影片展示给一定数量的观众，然后计算有多少位观众点击进入观看你的影片。高的展示点击率会换来更多的观看量以及更多的观看时长，并且也会让 YouTube 算法推荐给更多的观众观看。所以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我们必须要重视 YouTube 缩图的设计。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大家一步一步的如何利用免费工具 Canva 来制作出吸引人的 YouTube 缩图。即使你完全没有平面设计经验，看完这期影片之后，你也会有很多的收获。在进入电脑设计之前，我想再和大家提一下，我们在平时设计缩图的时候，普遍会犯的3个错误。首先，第一个错误，背景混乱。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照片当作是缩图的主要元素，那么他们拍照时候的环境就是他们的缩图背景。有时候我看到很多 YouTuber 的缩图背景都显得很混乱，有太多的东西出现在了背景里，这就导致当你加入一些文字或者其他图案时，就显得整个缩图充满了各种信息，那些文字内容也无法从你的缩图上面凸显出来。第二个错误，文字太小或者太多。我们要知道 YouTube 的手机端用户是非常多的，缩图在手机端上看会显得非常小，这就要求我们的缩图上的文字一定要大，不然手机端的用户是看不清你的文字内容的。另外就是文字太多，当你文字太多时，就显得没有重点，观众也就不知道从哪里看起。第3个错误就是风格不统一，我相信很多人在设计缩图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设计缩图的时候总是觉得怎么好看怎么来，这就导致我频道初期的所有缩图风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观众在看到你的缩图的时候也不会记住你的频道。当你的缩图风格一致时，你就在不断的强化你自己的个人品牌，当观众看到你的缩图时，就会联想到你的频道。所以希望大家在设计缩图的时候都能够避免犯这些错误。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入我的电脑，开始我们的缩图设计。现在我们就来到了 Canva 的首页，在 Canva 你可以找到各种的模板，今天我们就要找 YouTube 缩图的模板。我们要记住 YouTube 缩图的尺寸是1280乘以720像素，在这里就会提供给你非常多的模板。利用这些现有的模板，你可以直接更换你的文字和图片，非常的快速。例如我们点击这个模板，你可以更改这个图片，你也可以更改这个文字。但是今天我们选择不使用已经做好的模板，我们选择重新设计，所以我们选择新建设计。今天这个缩图就是为缩图教程影片而制作的缩图，所以第一步我就选择先制作好我的缩图背景。现在我来到我的频道，我准备把这些缩图封面做个截图，然后当做我的缩图背景。然后现在我要把我刚才截取好的图片上传到 Canva， 我们点击这个上传，然后点击设备。上传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拖拽到我们的画布里，我们可以把它拉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符号，这里可以控制你的角度，我可以把它旋转一下，然后再把它拉大。当你觉得你不会再动这个图片之后，你可以把它锁住，这样你就再也不会移动到它了。然后我还要继续在这个图片上盖上背景，我们选择素材，点击形状，然后我可以把这个图形拉大。这个时候我可以选择更改颜色，在这里你可以挑选各种颜色，在选择好颜色之后，我们可以调整它的透明度。我决定把它的透明度调整为 90%， 然后我可以继续把它锁住。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入我的个人形象，我这里有一张我提前拍好的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是有背景的，那么我们如何去除背景呢？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工具叫 Remove BG， 我们可以在这里上传我们的图片。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相片的背景已经被去除了，然后点击这个下载，
现在我们就有去除背景的照片，我们现在把它拉大。接下来这一步，我们就要加入文字。点击文字这个选项，添加标题。在这里你可以输入任何的文字，同时我们还可以更改我们的字体。这里也有非常多的字体可以跟我们选择。我们同时还可以把文字拉大。现在我觉得我的字间距太近了，所以我可以选择把它拉大。点击这个间距，这里有字间距，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现在我的字间距就调整到了一个合适的程度。同时我还可以更改我的字体颜色，点击这个文字颜色，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颜色。现在我们就调整好了文字颜色，在这里我们还可以选择字体特效，有各种不同的特效供我们选择。首先第一个是投影，第二个是模糊投影，第三个是描边，第四个是拼接，第五个是渐变投影。现在这里还有抖音特效的字体，然后还有霓虹灯特效。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些特效都不是我想要的风格，所以我准备自己做一个特效。首先可以点击这个复制，因为我想做个投影，所以我准备把它加入一个深的颜色。选择好颜色之后，我需要把它后移，我们可以右击，这里有个后移，现在这个图层就移到了这个文字的后面。然后现在我们来调整位置，现在我的文字就有一个投影的效果，这样就显得文字能够凸显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文字涂成群组，这里有一个键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一起拖动，然后移到合适的位置上。接下来我还想加入一下 YouTube 的图标，现在我就导入了我的 YouTube 图标，然后把它拖到我们的图层里，调整它的大小。现在的缩图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觉得我的缩图还有点空，所以我决定加入我一些之前影片的缩图，来充当一些点缀的元素。现在我就上传好了我截好的缩图，然后把它们都拉到我们的画布里。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它的角度。我在这个缩图上加入一个外框，我们可以点击素材，然后选择形状，查看全部，在这里就可以找到边框图形。现在我想调整一下它的颜色，现在我们可以点击复制。那么现在我们就设计好了我们的缩图，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我们的缩图是否能够在手机端文字也能够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缩放，把缩放比例调整到 1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字是否能够在手机端上也能够看得清楚。如果看不清楚，就可以及时做出调整。当一切都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下载，这个时候你就完成了所有的缩图步骤。这些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缩图教程，希望大家都能够学到有用的信息。其实设计缩图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我们只要抓住到几个重点，大家都可以做出吸引人的缩图。如果大家喜欢这期影片，别忘了为我点个赞。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的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